那这集要干嘛呢？我们找了一个隔音的厂商，因为拆已经拆过了嘛，对不对？那他直接做隔音的费用就会比较低一点点。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坊间的这种隔音工程这些材质，制震贴、隔音贴贴完以后，会不会真的有影响？我们公司呢 ，AutoStar 提供一个非常方便的汽车二手车车价的查询网站，搜寻 AUTOSTAR， 你选中古车线上估价，里面有16种厂牌，160个车型，5000多笔资料，填你的资料，我们免费到府估价，实际最真实的状况。还是要看你的车况真真简简，为你的现况给一个精准的收购价格，马上汇款，马上现金，而且车子买回来是直接过户，给你一个透明、安心的中古车收购服务。大家好，我们是捷运汽车。那今天呢，非常谢谢我们刘大哥借我们这台你刚新买的 RAV4 嘛，对不对？对，油电顶级的嘛，对不对？对，这一台是油电顶级。你当初为什么想要买这台车？当初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考虑到后续维修，因为我之前的车子也是 Toyota 的车子，然后我那一台车开了28年，然后它后面很多那种沙漏件啊，属于二手套件，事实上在一般的坊间车厂都买得到。那这台车是因为它的销售量比较好，它排行榜算是前几名啊，所以才会去买，怕以后后续的维修问题这样子。所以你上一台开的是 Toyota 什么车？卡洛拉。哦，卡洛拉，所以卡洛拉开了28年，觉得没什么坏，真的这 Toyota 的品牌是不错的。对啊，然后你才买 RAV4。对。那你知道 RAV4 的车顶架会漏水吗？知道，那时候有看过那个你们的那影片嘛，那时候就是就会漏水嘛。也是在社团看了很久以后才知道说，它后面因为你拍完影片以后，他们已经有改善，就是它上面已经是对锁式了。然后我在社团也是有去po文爬文，它都已经改了，所以现在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就跟 BMW 一样是对锁式的。什么时候改对锁的？因为我记得这个他 Toyota 挣扎了很久，一直都说自己没有问题嘛，那所以他后来改就代表有一点点承认自己的错误，那是什么时候改的？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是看社团已经没有漏水了，所以我才会去买这一台车。OK， 社团给你的feedback 回馈就是它改成对锁的，所以你再次相信它。那为什么你选油电的不选这个汽油的？因为汽油没有车顶架就没有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以前我有爬山第一个就是我那时候是要选有市区的，因为我以前有爬山有遇到一些比较烂的路的话，你如果是一般的车子，你比较有点差一点的路，你车子会开不上去。那这一台是因为那时候有市区啦，是这样子可是我又不喜欢它的天窗，因为我觉得天窗在台湾用的机会不多。可是汽油好像也有4轮驱动的有可是那个油耗蛮大的所以回归到头就是还是因为油耗选择油电，对不对？想要省油性，对不对？然后也比较安静安静，你在乎油耗跟安静，因为你委托我们做这个隔音的工程嘛，对不对？对，所以你对安静很在乎。安静当然是会有在乎因为以前的车子，我觉得隔音效果不好，对不对？以前那是以前的现在的车子应该都还 OK 啦。那我问一下你当初买这台车有没有折扣？说到折扣，现在我不知道，目前 Toyota 几乎都是没有折扣，1块钱都没有。我这台是没有0对那有就是了不起5000或1万，但是他会给你折扣一些东西。但是我主要没折扣是因为我没有选它的一些配件精装。不是，我就买空车其他很多东西我自己都想要去外面弄，因为我是选空车才会没有什么折扣。其实买空车是最真实的，它有可能是跟你讲说你装这些东西，然后可以折2-3万，但是它那个东西都比外面贵3-5万。所以那是一个销售手法，所以坦而言之就是空车1块钱都没有折，空车就几乎都没有折，而且我是北中南的区域都有去问，全问过了，有啦，但是有的是折很少了，就5000、1万这样子而已5000、1万，几乎都是不会给你折，因为我是买空车，重点是我强调是空车，你买其他什么影音版旗舰一大堆什么配件。特仕版对，他会跟你讲精装啦，那个都灌水的。好，他会跟你折啦。空车没有折扣，那你当初有没有比较其他车子？当初有比较，有去马自达还有 Honda 去比嘛。只是我回归到我刚刚讲的，就是因为
看销售量，因为我是怕以后你要去买中古零件的话，你热门的车子以后中古零件，我认为在市场上会比较好找，就是取得零件会比较容易了。好，你还是相信 Toyota 这个品牌？那最后问一个问题哦，这个问题我是比较好奇，就是你借我们车来做实车拆解，会不会心痛？啊，为什么愿意借我们拍影片？这个也是我会想要拍片的原因哦。第一个，我在社团，我是看那个Toyota社团哦，所以粉丝不要喷一下哦。它有3个很大的问题，第一个就是隔音啊，因为很多人又说 RAV4 它的车子隔音不好。第二个就是它的避震器很软，第3个就是它的车美式哦，不是很好哦。啊，车美式我是一开始就直接不选了哦，因为这个有成语哦，这个去网络上 po 一下就知道。第二，它的避震器，我在讲那避震器，因为我一开始也想改，可是后来我看它原厂手册，它写说在保固期内哦，你要动的话哦，要跟那个原厂的讨论哦。那我觉得这个也很难啊，我想说过保以后再讨论。再来就是隔音哦，然后我有看过那个你们的那个捷运汽车那个很多隔音哦，我觉得那 RAV4 那个隔音跟进口车比起来，我觉得分数算低啦。所以想说，那我既然要来拍影片，然后我去做一下隔音，然后请你们用相同的机器、相同的环境，然后去测这种隔音会不会可以媲美双 V 的车啦？应该算是说媲美进口的车子啊，一样都是进口的 label 啊，大家来比这样子。想说，既然你们有拆，然后顺便看一下那里面的一些拆卸，那里面的构造啊。好啊，非常谢谢你愿意借我们这个车子，那我们就依照大哥的想法，我们做拆解分享给大家，看车顶架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然后也对这台车子做各项的测试，比如说隔音有做没做，它的分贝有没有进步，好坏有没有明显的增加，然后还有这个，其实这个车子还是 TSS 2.0 的系统，那我们也来测那个 AEB 的撞击测试，就是在遇到障碍物的时候，它的反应是什么样子。好，就这样子。哦，好，谢谢啊，谢谢。旁边呢是粉丝借我们刚买全新2023年的 RAV4 Hybrid， 就是油电顶级款。那这集要干嘛呢？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是什么影片造成人家热议的？拆 RAV4。哦，这个车子好像车顶架嘞，怎么办？到时候我们把它实车拆解，看一下它的漏水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还是没有解决，还是，这集是不是又要被延上了？会哦，会是不是？好，很谢谢粉丝借我们这台车嘛。现在汽油馆是没有车顶架的，他买到最顶级的旗舰款，那他也想要知道他自己的车子几个部分他有没有做改变。其实我看到很多留言敲碗说啊，我们都实车拆解了，为什么不做隔音的工程呢？这个客户他就想要这么做。他委托我们就做拆解，然后我们找了一个隔音的厂商，因为拆已经拆过了嘛，对不对？那他直接做隔音的费用就会比较低一点点，所以这一集会有2个企划的内容。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坊间的这种隔音工程这些材质，制震贴、隔音贴贴完以后会不会真的有影响？我们来实测这件事情。那下一集就是来看看车顶架有没有变得不一样咯。好，那我们来测一下分贝好了。好，我们第一个数字测在这个标准静态噪音，就是呢，我引擎不发动的时候，我在车室内的分贝值是多少？好，最没有环境噪音的时候是44分贝。好，再来，我们来把引擎发动。不过油电混合怎么让它在怠速有引擎啊？是不是要调什么充电模式之类的？它有个逻辑，照它的副座进保养模式，它就可以在怠速的时候是先发动。好，我们把冷气关掉。我们可以刚刚看到，在它引擎有发动的平均的噪音值就是54分贝，就是没有发动跟发动的话，引擎传进来的噪音多了10分贝。那接下来就是测高速隔音哦。好，我们来到五羊嘛，对不对？
来看一下这竞速时速100它的隔音的数字是多少。我们把冷气关掉了，来让这个测试是比较有准确性。好，实测出来呢是平均在69。那其实油电车还是厉害，因为我们现在在这样子的状态下面，我看它是没有启动引擎的，没有启动引擎呢，所以可以让它的这个少了一个引擎运转的噪音，你让那个数值是69，那是要很贵的进口车才可以达到的数据。老板，其实因为我们公司是第一次接触这种隔音材质，我们以前都没有就是做过车辆隔音的这个工程。刚好透过这一次粉丝，他也想做这样的工程。我想请你帮我们介绍一下，说，各种隔音材质它到底有什么特性？各种隔音材质，对，应该说就是隔音的部分，以前很多厂商会去用发泡胶直接涂在轮拱跟车身之间，打一层发泡胶进去。那其实效果一定有。只是说耐用度的部分会比不上现在比较新的这种是整体式的自振垫的部分。我们的自振垫就是外面是铝材，然后中间有一层丁基胶，然后后面才是背胶。因为我摸外面其实都蛮冰凉，然后在安装过程中，其实哇，车门真的蛮有感的。那个敲车门的共振声跟安装完之后那个共振感真的差蛮多的。对啊，这就是以前。跟以前比较不一样，是发泡胶可能是主要阻隔一些比较高频的声音，那这个是用自身本身的物理特性、重量去把低频、中频、高频的声音都大幅的降低。对，所以比较完整。那一般隔音棉跟自振垫到底差异在哪里？用的地方不一样，像轮拱就是自振垫嘛。那有一些真空隔音棉会搭配自振垫一起使用，就是自振垫先上去，再上真空隔音棉，它扎在可能地毯中间，让它的吸音效果更好。但是其实自振垫本身的效果就已经非常优秀，所以目前这台车是只做自振垫的部分。对，因为我看这个新 RAV4， 它其实在我们一开始隔音制作之前，它的数据就蛮漂亮的。因为毕竟是原装进口的车嘛。一般欧洲车表现好的高速轮噪声，就是大概落在好一点，可能落在75、80。那其实以室内车内来说的话，差到5分贝就差非常非常多。不建议直接用数据量化去量化数据去看这个，因为主要是以体感部分。对啊，因为说真的，如果以80降到75。只降5分贝的情况下，我们单看数据可能会觉得，怎么好像减少的层数只有5%、6%，不到1/10。可是其实，在这5分贝对人的体感来说是非常非常有感的。尤其是像车门的隔音啊，跟底盘的隔音是全方位一起降低，不是说只有底盘或车门。如果你单独做车门，可能就会听到轮噪声啊、底盘的一些松懈声。那如果你全车都做的话，其实数据只有5，但其实效果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了解，对，好吧，那我们就很期待完工之后实测的数据到底是多少。See her rolling up, Uber black Cadillac, high heel boots and a sexy body full of tats. Baby's bad, oh baby's hella bad. After her there ain't no coming back. Wanna take a run at that? I think she's feeling me. Turn it up a few degrees. My imagination of her body gets the best of me. Oh gosh, she's such a tease. Bitten lips, bruised knees. I'm addicted to her, need her touching me. Cause she got a bad little waist, and we tearing down this place. Off the liquor that we chase. Got some egos to the face, baby, I don't need no space. Coming closer for a taste, and I'll show you how I make everything just fade away. Cause she's like sex, drugs, cocaine, body so insane. Jealous of the clothing that she wears up on a tight frame. All game, no shame, baby came here to play. I feel like an addict cause she's sex, drugs, cocaine.
Got a fine little body and her mind's kinda naughty. They say that once you taste it, you cannot replace it. She could get you high, all the dopamine inside triggers fast once she's naked. Her body's a creation. They say the devil made her for his entertainment, but even he couldn't learn how to contain it. Her high heels make a damn good statement. There is no replacement, a body by Satan. 'Cause she got a bad little waist, and we tearing down this place off the liquor that we chase. Got some egos to the face, baby, I don't need no space. Coming closer for a taste, and I'll show you how I make everything just fade away. 'Cause she's like sex, drugs, cocaine, body so insane. Jealous of the clothing that she wears up on her tight frame. All game, no shame, baby came here to play. I feel like an addict 'cause she's sex, drugs, cocaine.好了，我们花那么大的工程来看，就是做这个隔音的设备。那重点就是什么？重点是比较嘛。那我们一样跑回这个18标来看一下这个高速的隔音现在是多少。好，你可以看到，就是在没有车子经过，最低的隔音分贝从原本的69到70，变到它最低可以差到2分贝67。这当然这是一个数据的测试。其实，在我们的体感的感受里面是这样子，它这个呢。轮拱门片都有施工，对不对？可能是室内隔音的进步幅度还好，密封性还是看其他的基本设置，比如说车窗啊、玻璃啊，这个可能影响程度比较高，门板的影响程度稍微没有那么高。可是最明显的是什么？最明显就是它，因为它的轮拱都包覆了隔音材质，你这个轮胎的滚动噪音小蛮多的，就是一个感觉，你可以感觉到你在车子行驶上呢，跟路面接触的那个共鸣声小了很多啊。可是呢，外面进来的隔绝感没有到那么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实测。你说这样子的隔音施工有没有用？
还是有，因为我们也很明显的测试出来差异的2分贝。在我们看那么多车子，比如说宾士的 S Class 跟 E Class， 可能的分贝的差异就是这2分贝。不过这是一个大工程啦，就是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改装。就是你说这些贴的隔音材质贵吗？其实也不贵。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我们要把这整个东西都卸下来，整个一个一个去粘贴它，花了很长的时间跟工，所以工很贵。然后有贴的部分就是轮拱、门板，还有什么？还有地毯。哦，地毯哦，轮拱、门板、地毯，还有哦，难怪，因为什么？那我懂了。我想说，为什么我下面的声音传上来差异那么大？就是因为它大部分琢磨都在于底板上面，所以门板就是侧面进来的声音，你感觉上差异的幅度没有那么多，可是下面进来的声音就少很多哦。因为我没有看这施工的过程，原来还有地毯。好啦，就是这整个大工程给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常常看到留言有人敲碗说想要在实车拆解完看这个隔音的升级到底有没有用，所以我们这一集就整个记录还原给我们的观众。好，高速隔音测完，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静态隔音的差距。好啦，就是在不发动的状态呢，我们刚刚实测是42.3，那我们来看一下发动的状态。在引擎发动的状态呢，最低的分贝值是51，那这也给大家一个参考。捷运汽车耗资的1000万，除了我们右手边的赏车环境维修跟车有关的以外呢，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做了业界首创，我们弄了一个卡丁车场，弄了一个餐厅，弄了一个亲子环境，以及电竞模拟器，甚至还有户外的咖啡厅，还有 KTV。你要怎么样才可以享有这些设施呢？而且我们就在北投而已，从奇岩捷运站过来，步行大概是8分钟而已。我们平日不管你使用任何的设施，3个小时只要300块的门票，假日只要500块。这对比于外面的所有的同样的内容的环境呢，基本上可能只要3折、2折的金额。在前方有8台的卡丁车，不管是大人小孩都可以玩，只要是8岁以上，有父母陪同，那我们都可以让你来体验这个东西。你带小朋友来非常适合。当然，你如果有更小的小朋友，这边有一个亲子区域，你可以把小朋友丢在亲子区域，然后呢自己跑来玩这个电竞赛车。这全部都是 PS5 的 GT7， 然后有车架，有方向盘，有7台模拟器可以连线。我觉得以后一定会是从实体赛车变成是这种模拟赛车的转换，就像现在各个东西也都是从实体变到虚拟。所以呢，我们每个礼拜2、礼拜6，不管是卡丁车，不管是电竞赛车，晚上8点都会准时举办比赛，那奖金1000到3000不等。再来，我们就去看我们2楼的餐厅。2楼我们提供一个开放式的日式餐厅，它里面会有日式料理，有串烧。你看这个料理都是非常的精致，而且价位非常的实在。为什么呢？像这一个套餐，每一个套餐只要200-300块而已，你只要消费满350，你就可以免费使用亲子区，这比你外面的亲子餐厅都来的便宜更多。那这边会是提供这个 Orion 的生啤酒，然后这个其实我们这个餐点都制作的很用心。然后也可以点这个串烧来配啤酒。